这也是非常的明显，表明的意思就是，就算你们是5大超神势力，神指联盟也不带怕他们。只有真正的实力者才能够获得其中的神火和绝世神器。那么5大超神势力之人自然是听得懂四御天神君所说的意思，他们也不甘示弱，同声道：神火和绝世神器各凭本事拿。不过传进四御天神君的耳朵中时，嘴角微微的浮起一抹诡异的幅度，仿佛这一切都是在他的意料之中。而就在此时，赤魂宗的方舟上，在某一处角落中，身披黑色衣袍的身影露出一只红色的瞳孔，看了看四御天神君，同样是带着神秘诡异的笑容，仿佛他们之间是在做回应一般。还是说，这一次神指联盟除了神火和绝世神器目标外，无量神渊中是否还有着什么能够让神指联盟所需要的神秘之物呢？如果他们真的是在回应着彼此，在场的所有人怕是都没有看见，因为只有互动的彼此才知道。难道说他们来无量神渊中真的还有另外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哈哈，正合我意，如此甚好。既然如此，我们就进入新星城中，准备5日后进入无量神界。四御天神君摊开手臂，散发出一股霸主的姿态气息，席卷而开。的确，在场的所有神势力以及超神势力所派出来的神之，都没有一名是达到6重天位神的超级神之，所以四御天神君乃是这里最强大的存在。然而，就在神指联盟的方舟上，有着数百道散发出强大气息的神指刚欲进入新星城时，在不远处的咒海中，再一次有着一道不比神指联盟小的超级方舟缓缓地驶来。只是舟身上面没有写刻着任何一字，根本就不知道这一艘巨大方舟的来者是谁。在场的所有神指都是面露疑惑好奇之色，望着逐渐对着他们驶来的巨大方舟。很快，他们便是看见，在这如此偌大的超级方舟上，竟然只有4道身影，其中2道身影年纪较轻，而且模样却是极其的平凡。另一道身影身材壮硕，年纪看上去是一位中年男子，隐隐间有着非常可怕的血脉波动在散发着。而最后一道倩影，一身青衣，肤白如雪，气质清冷，貌美倾城，有着一双清澈空灵的眼眸，变得宛如星空般的深邃。3000发丝随风飘舞，他那原本一头青丝，竟是在此时渐渐的有着金色浮现。于是那种尊贵之气愈发的浓烈，仿佛凌驾于天地。在场的所有神指皆是望着此时的那一道倩影，却是感觉到一种自身的渺小之意。那种感觉犹如凡人在俗世间仰望着高高在上的神之，让人都望而生畏。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更是与他们的神之力量有些不同，但又比奸神之力量仿佛就是另外的一股可怕又特殊的力量。这来的又是谁？周身上没有刻写自己的势力名字，看来怕是装神弄鬼的吧。然而一些1重和2重天位神怕是有眼无珠，开始觉得对方都不敢写出自己所属的势力，以为是在装神秘，一脸不屑。真是无知的家伙，我刚刚感觉到对方的气息非常强大，而且又非常的特殊，就连我都感到了一股危险之意。说话的是一名半步4重天位神的中年女子，其样貌则是非常的普通，体型也是稍稍微胖。什么？对方这么可怕吗？连你这样的半步4重天位神都感到危险？刚刚还说对方在装神弄鬼，此时被这位中年女子这么一说，直接令自己的身躯都无比的紧绷了起来。众神指皆是看着这一艘巨大方舟缓缓驶进来后，直接是来到了神指联盟的对立面。不过刚刚这一艘方舟在经过萧炎的身边时，萧炎无意识的察觉到，这4道身影中，除了那一位气质清冷、貌美倾城的女子外，那3道身影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怎么有那么一丝熟悉感？但又想不起来实在哪里见过，因为对方像是刻意的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气息。但就算如此，萧炎凭借着自身的敏锐洞察力，还是发现了一丝端倪，只是还不能确定对方的真正身份。而萧炎的这一举动，也是让那一艘方舟上的身影所察觉。对方也是转头过来看了看萧炎，然后和萧炎点头示意。看到对方向自己打招呼的举止，也是让得萧炎一愣，旋即马上反应过来，也是给对方点头拱手示意。片刻之后，他们则是再次将目光拉回来，看向正对面的神指联盟方舟上。刚刚那道感觉怎么如此熟悉？他们会是谁呢？萧炎也是做出了一副极为烧脑的模样，不过还是没能想到一些答案来。怎么了？你和这些人认识？吴雪的声音也是立马传来。被吴雪的声音打断后，萧炎也是从沉思中恢复过来，当即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认识这些人。见到萧炎不认识这些人，吴雪的美眸也是望着那4道身影上，就算是他都感觉到对方是极为不好惹的存在。这4个人很强很强，以我的实力都看不出那位倾国倾城女子的真正实力，对方犹如是无底洞一般，只感到对方深不可测。一旁的藏青青此话一出，不仅是吴雪，身后的武神阁数百名神指都是神色微微一变。要知道，藏青青乃是武神阁的第1天骄女，实力更是达到了5重天位神。这等实力的神之，已经是一位超级神之，在诸神万界中都是能够排得上号的存在。可就是如此的天骄女，都对那一位绝美倾城的女子有着如此高的评价，那么可想而知，对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可怕了。这一艘方舟上的那位倩影倾城女子与神之联盟的4御天神君对视了一眼，
后者不仅在容貌上略逊一筹，就连实力上都感到了一丝隐隐间的威压。自己乃是6重天位神，难道对方还比自己强大吗？四御天神君的一双眼眸直勾勾地盯着对方那道倩影女子，并没有开口说话，因为达到如此高度的超级神知，只要靠眼神都能够交流彼此之间的话语，所以在这针锋相对之下，不少众神只都以为四御天神君会直接与对方开打。结果不出所料，那不知来自何方势力的超级方舟，直接与神指联盟的超级方舟擦肩而过，先行进去了星星城之中。现场直接是陷入了一阵无比安静的氛围中，没有谁敢说话，生怕神指联盟一生气，将他们在这里就给全部灭了。对方这是直接无视了神指联盟气势，可神指联盟乃是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任何超神势力都会忌惮一丝。结果刚刚出现的这4个人，竟然如此胆大的挑衅神指联盟，四御天神君自然不会忍。可是刚刚的那道感觉应该是没有错，对方的实力极为的特殊可怕，如果在这里与对方开战，对自己也非常的不利。周围的这些人虽然对自己忌惮，可是一旦重创，这些人也将会恨不得将自己一脚踩死也不一定。神君大人，刚刚对方如此嚣张，为什么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此时身后的一位男子不解的道，他们可是神指联盟之人，难道还会惧怕对方不成？四御天神君也是紧紧的握紧拳头，硬生生的咽下这口气，道：算了，我们的目的不是与对方发生冲突，毕竟这次我们来此也是有盟主大人的任务在身，而且必定要完成盟主大人交给我们的任务，不然回去我们都要少不了一顿惨痛的责罚。我们走。是，神君大人。一听到盟主所吩咐的任务后，他们这些神之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直接驾驶着超级方舟进入了星星城中。随着神指联盟的超级方舟进入星星城中后，那5大超神势力的超级方舟也一同启动，身后无数超神势力和神势力也是以5大超神势力为首，带领各自势力的众神之，便是齐齐的朝着星星城中掠去。一旦进入星星城中后，就可以真正的进入到了无量神界中。这神秘朦胧的无量神界也即将浮出水面，这其中究竟是怎么样的存在？萧炎也是身形一动，准备跟上午神阁的那一艘方舟加快的驶入了星星城内。虽然有数不胜数的方舟，但是在进入星星城的时候，还是井井有条的整齐进入其中。星星城的上空处散发出道道轰鸣声，紧接着空间裂缝出现，一艘接着一艘的巨大方舟逐渐的出现在这片上空，瞬间阳光被这些方舟遮掩，使得星星城的下方都是变得昏暗无比。这星星城的下方只有一望无际的山脉，只是这些山脉看似连绵不绝，如果仔细一看的话，更像是一道强大的神法阵。在这些山脉的最中央位置，有着一道巨大的石门，镶嵌在下方的山脉中。想必这一道巨大石门应该就是进入无量神界的真正入口了。没想到这无量神界果然与其他大界的入口不一样，就连世界薄膜都不存在，真的无法想象这无量神界是如何做到这般神秘的。越来越多的方舟有秩序地停靠在这星星城上空，不少势力之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对于这一次的无量神渊之行，怕是非常的充满期待。萧炎也是缓步站在了方舟的最前方，看向下方这被无数方舟遮掩住阳光后变得昏暗无比的星星城，倒是给了星星城一层神秘感。这里就是进入无量神界的入口吗？萧炎喃喃自语，眼神看向这一片昏暗的星星城后，体内的血液也是逐渐的沸腾起来。能够将如此多的神势力以及超神势力都吸引过来的无量神渊，怕是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极其罕见的存在。当然，萧炎的最终目的正是大周的神物，那一道神秘神火。诸位，下方的石门便是进入无量神界的入口，本神君就率先进去了。四御天神君的目光在每一位神之身上扫过，然后率先从方舟上跳起，悬浮在空中，然后眼神一凝，一股可怕的天位神力瞬间凝聚在自己的拳头之上，一股可怕的神力波动便是对着下方的石门轰了下去。此刻伴随这道声音的响彻，方舟上所有神之的目光皆是被吸引了过去。那下方古老斑驳的石门上，隐隐间的封印正在摆动，似乎就快崩散了一般。不过这仅仅只是破开石门而已，并没有将这里的神法阵破开。很快那一道石门便是就这样的被四御天神君轻易的轰开，顿时让的整个星星城都摇摇晃晃了起来。随着石门被破开，强烈的能量波动掀起了一阵可怕的能量余波，形成了一圈能量波浪席卷开来，风声刺耳。不过所有神之的眼神却是泛着惊芒，个个皆是面露兴奋之色。但此时有着5大超神势力和神指联盟以及那来历不明的势力在前面挡着，其他的诸多势力自然是没有一个敢轻举妄动。进入无量神界的入口已开，所有神指联盟之人听命，随本神君一起进入。四御天神君的美眸看向下方缓缓打开的巨大石门，便是对着身后数百名的神指联盟一众缓缓地说道：所有灵神阁之人谨记，万事皆要回头一看，不要自以为是，过度的骄傲只会令你们更快的丧命。在这无量神界里面，我也无法护你们周全，机遇和性命你们自己选择，别有命拿机遇，没命走出来，听明白了吗？此时灵神阁的第一天骄高拳
面色严峻，冷冷地对着身后数百名之人说道：“按照之前，无量神渊的位置应该会在原始山的深处，大家都不要在无量神界中乱走，毕竟无量神界中还有着诸多隐秘势力，千万不要去招惹无量神界中的这些势力。我们只要进入无量神渊，夺取自己机遇的宝物即可。”雷神阁的一位男子也同样嘱咐着身后数百名的神之，毕竟这无量神渊中葬送了如此之多的高阶天位神和巅峰天位神，想必那里肯定之前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无量神渊中有诸多的神秘宝物，为了争夺这些宝物，没有谁会对你们心慈手软，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全力以赴，打不过就逃。一道带着能够让男人腰软的雌性女子声音缓缓响起，说话的是御神阁的第一天娇女御冰燕，实力也是非同凡响。而且御神阁与其他神阁不同，因为御神阁中全部女性没有男性，所以他们所修炼的功法神法都是非常的特殊，不仅强大，又是能够让很多神指强者都招架不住的技能。至于杀神阁，则是没有表态，只是可以看到在杀神阁的方舟宇上充满着无比渗人的杀气，只要有谁一靠近这里，就会被一股无形的杀气所击杀，这就是杀神阁最可怕的原因，杀人都是无形。身为神指联盟之人，你们是这里最强的实力，可别给本神君丢了脸面。四御天神君放大了声音，对着数百位神指喊道。神指联盟的众神只闻言，皆是个个面色严峻，不敢怠慢，拱手抱拳，异口同声地应道：“此行以青青姐为首，你们必须保持谨慎，切不可大意。萧炎弟弟，你就跟着我们。”吴雪看向身后也有着数百名之人说道，旋即他的目光则是看向了萧炎那边。看向萧炎的时候，眼神稍有柔和。萧炎也是欣喜，发现了吴雪的眼神变换，身体便是微微一震，心想着这妮子不会是看上自己了吧？不过很快这想法也是被萧炎抛之脑后。很快，在神指联盟和5大超神势力的一声令下，率先冲进了无量神界之中。石门很庞大，可以有着成千上万人同时进入。不过这种时候，萧炎倒是并不着急。无量神渊不是说谁先进去谁就能占的好处多，说不定其中还有着什么机关陷阱什么的，头一批进去的更是危险。我们也准备进去。藏青青厉声说道。众人齐齐应是，以他为首，带领着众神指便是齐齐朝着石门暴掠而去。萧炎也是身形一动，直接跟上了武神阁的众队伍。不过脚步刚刚迈出之际，忽然一只纤细柔软的手拉住了他。萧炎猛然一怔，回头一看，拉住他的正是刚刚柔和看向自己的吴雪。此番凶险，我不希望你在这里面丢了性命，你的实力还太弱，吴雪姐姐保护你。吴雪说着，便是拉着萧炎的手，直接冲入那石门中。萧炎也是有些无奈，只得摇摇头，跟上吴雪的步伐。很快便是跟上了武神阁的一众队伍，一同进入到了无量神界中。石门之中应当算是一个次元空间，也就是在空间之中又单独开辟出来的空间，十分的神秘玄妙。不过开辟空间的能量，一些巅峰天位神已经能够做到，只不过要耗费庞大的神元之气而已。下方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诸多神指强者纷纷掠进石门中，进入到无量神界里。经过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些势力之人皆是进入其中。新星城上空又是陷入了一片寂静。通道之中，武神阁的一些人看了看萧炎，心想着为何吴雪如此看重他？难道真的就因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虽然此前就传闻一个叫萧炎的人类剿灭了神龙族和龙盟，但是如今一看也才2重天位神的实力而已，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些武神阁之人开始纷纷揣测萧炎的能力。单单从表面上看，萧炎的实力的确不如这些神指强者。武神阁这一次带出来的都是神阁中精锐强者，他们究竟是何等的高傲？平日里他们想要与吴雪说上一句话都很难，现在吴雪却是与萧炎所言甚欢，也许就是这种感觉才令得这些神指强者有些心生不快。但不管怎么说，萧炎目前被吴雪器重，他们也不好有什么坏心思，只有等到进去无量神渊时，再试一试这萧炎究竟是否如传闻中的那么强大。而且他们这些神指强者，无论是在实力上还是在武神阁中的身份地位上，都是遥遥领先萧炎的。不出一会儿的时间，众神之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一处广阔的绿色海洋上空。望着下方那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悬浮在虚空上的众多神指身影，远远看去，那画面简直无比的震撼。一股完全藏不住的神之气息不断的弥漫广阔的绿色海洋之上，下方的海洋都是被这些神之气息所影响，直接刮起了万丈之高的巨浪，一层接着一层，海浪拍打在一些岛屿的岸边，溅起了震撼的浪花。神指联盟的4御天神君扫视了这一方神界一眼后，竟然在这一片区域周边完全感应不到任何生灵或是神灵的气息。然后4御天神君缓缓地转过身，看向各大势力的领头人，缓缓开口微笑道：诸位，我们已经进入无量神界，不过我感觉在这之中危机四伏，且都是未知领域，若是大意，很有可能会把小命丢在这里，就算获得其中的机遇，也只能留在这里，没命带出去。言罢，4御天神君直接一抬手，射出一道道光芒，
分别落到了神指联盟带队的一些队长手中。这里面是神指联盟花费了不少资源，才获得了一些大概的无量神界地图信息，非常来之不易。上面有一些光点，就是代表5座山，同时也是无量神界的最强5大超神势力。而我们要去的就是5座山之一的元法山，那里就是无量神渊的所在地。到时候这些地图能够发挥一些作用，不会让你们在其中迷路，或者是可以避开一些机关陷阱。这样的地图可不是所有势力都会拥有的哦。四域天神君说话间，目光不断地扫视在其他神势力以及超神势力之人的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听到四域天神君此言，神指联盟的大部队各大队长便是纷纷面露激动之色，握住手中的御剑神力探入，脑海之中浮现出地图。不过此地图信息只能做参考，因为无量神界太过神秘，就算有地图也不是非常的精准，最多也是只是标记了一个大概记号，虽然粗糙了一些，但总比漫无目的要好。所以神指联盟这一次是有所准备的，就连最强5大超神势力都没有准备如此的充足，这也让的5大神格之人感到一丝不可思议。要知道无量神界可很少人进来，就算进来的不是重伤就是死，如此诡异的一方神界，令得不少神指强者都不敢轻易进入其中。这一次要不是无量神渊，恐怕也不会来那么多势力，可神指联盟竟然能够搞到大概无量神界中的地图信息，就足以说明神指联盟的资源果然庞大，就算是5大神格都不敢对其有轻视之心。虽然说他们也不会特别的惧怕神指联盟，但是也要小心一些，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神指联盟的众人随本神君出发。话音落下，整个虚空都是一颤，因为数百名神指强者直接朝着无量神界的西边方位暴掠而去。很快，神指联盟的一众神指强者直接消失在天际之上，那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看到神指联盟的众神指离去，不少势力之人也同样朝着西边暴冲而去，跟上神指联盟的速度，说不定能够让他们也快速的抵达原始山。毕竟无量神界对于在场的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的不熟悉，而且无量神界又是非常的广阔无边，比起万兽神界不知道是大了多少倍不止。所以说在这如此广阔无边的一方神界中去漫无目的的寻找原始山，几乎是大海捞针一样。况且如今只有神指联盟的手里才有着地图，只能跟紧他们，或许还能够少走一些弯路。不过在场的所有势力之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在这短短的片刻之间，原本密密麻麻的身影就只剩下数十道势力的部队。萧炎，我们也跟过去吧。吴雪说道。闻言，萧炎当即点了点头，然后他那一双精锐的目光也是看向了非常遥远的西边天际上，然后在藏青青的带领之下，武神阁的所有众神只也是以非常快的速度跟着神指联盟所过之处紧跟其上。很快，在这一片广阔无际的绿色海洋上空，此时变得空无一人。原本那被神之气息所影响后刮起万丈浪花，现在也是变得平静无比。在赶往原始山的途中，武神阁的藏青青开始给大家讲述无量神渊中所会遇到的一些宝物信息。根据之前神阁之主给我的信息，在无量神渊中，除了那些神秘宝物外，还有一道奇物，也是我们所需的好资源。众神只也是竖起耳朵听着，特别是萧炎更是一脸认真。那就是无量神渊中的神亮天元池，能够提升自身的神元之气。它们分别有5个等级，品质最高的呈现五彩之色，最低的呈现绿色。不过仅仅是这最低等级的神亮天元池，也能帮助自身的神元之气提升上涨。当然，五彩之色的神亮天元池便是代表其中的神元之气品质越高，精纯浓度也越高，提升实力效果非常的明显。听完藏青青的话，萧炎等人也是微微点头，能够提升实力，那就是不错的机缘了。而且想要遇到五彩神亮天元池也是非常小的几率。其实这些神亮天元池皆是那些高阶天位神陨落之后的精血所化，消息也仅此而已，其中有什么危险却是不为所知。不过就这一点消息，我们武神阁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才知晓的。神亮天元池的诱惑力不比那些神秘宝物弱，也成为了诸多势力所要获得的机缘之一。在绝对的造机缘面前，恶狼可不会抬头去看是谁，见人就会咬。这样的一个无法想象有什么机缘的无量神渊中，对于一些高阶天位神虽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对我们却是提升实力的最好机会。资源不多，必会起纷争，因此在这里面生死有命，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一点。藏青请再次补充的说道，他身为这一次武神阁队伍中的领头人，自然是要做到领头人该有的职责。此番无量神渊中诸多势力进入其中，我也相信斗神指联盟的那一众神指在我们这里没有废物，而且他们手里掌握的资源会比我们更多，我们可以分两队伍行动，这样的话能够遇机缘的概率达到最大化。藏青请继续分析着目前的局面。吴雪、方太，你们成一队领头，我们进入无量神渊后就各自为营，务必小心。作为武神阁的第一天骄女，她的领导力也是非常的重要，而藏青青的领导力就非常的有效率。
吴雪目前的实力是3重天位神，再加上这位仅次于藏青青的第2天骄方台，实力也是达到了4重天位神巅峰。他们成为一支队伍的领导人，也是最佳之选。萧炎，你就跟在我们的队伍中吧。吴雪对着萧炎微微一笑的说道，后者也没有拒绝。这一次所出来的各大势力规模都是非常的庞大，自己一人怕是在其中会吃亏。能够和5大神阁之一的武神阁一同行动，对于萧炎来说是一件好事。萧炎此时微微上前拱手，轻声说道：“那就多谢了。”吴雪也是轻声一笑，道：“必须客气，但是在纪元遗迹时，你不是也救了我一次？”闻言，萧炎也是会心一笑，然后大家也并不再多说，因为他们要追上前方神指联盟一众神之的脚步，不然跟丢了可就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看。经过1天的时间，神指联盟带头的一众人已经来到了地图所标识的位置。刚刚过来的时候，周围山峰林立，连绵不绝，而到了这里，竟然是剩下废墟，并且诸多山峰已经被轰裂，无数岩石都是洒在了大地之上，远远看去简直不堪入目。神君大人，这里便是原始山的位置吗？怎么会是这样呢？这时，神指联盟中的一位实力也是不凡的男子对着4域天神君恭敬地开口道。4域天神君微微地打量着下方一望无际的狼狈画面，沉思了一下道：“这里应该就是原始山没错了。传闻当年这里的原始山被魔物入侵，直接是将其满山灭之，才导致了如今的惨状。